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春晚17秒成经典，27岁王楚然完成逆袭，这3点值得一看。如果说有一位演员曾因为一个表情被反复讨论，甚至一度被贴上标签，那么很少有人会想到，他会在几年之后，仅用短短10几秒的镜头，再次让观众重新关注他。从我的人间烟火播出期间引发的广泛讨论，到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王昭君的惊艳亮相，王楚然的名字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阶段性变化。曾经处在舆论焦点中的他，如今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心，这种反差也让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职业轨迹。那么，这段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调整过程？提起王楚然，很多观众首先联想到的是他极具辨识度的古装形象。他的气质偏清冷，表演节奏相对克制，再加上五官轮廓较为立体，使他在古装题材中具有天然优势。他出生于1999年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属于典型的科班出身演员。早在学生时期，他就通过话剧表演获得过全国性奖项，这段经历为他进入影视行业提供了基础。2017年，他通过古装剧《将军在上》正式进入大众视野，饰演柳熙音这一角色。剧中他以白衣形象出现，情绪表达较为集中，尤其是哭戏部分，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印象，也因此获得了一定关注度。在随后的发展阶段，他逐渐从外形优势明显的新人，向更具表演意识的演员转变。在《清平乐》中，他饰演张碧涵这一角色，相比早期作品，这个角色在性格层面更加复杂。为了更贴近人物设定，他在仪态、礼仪以及身体状态上做出调整，使角色更符合宋代贵妃的气质。从公开信息来看，这一阶段，他的表演开始被部分观众与业内人士注意到，讨论焦点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外形层面。之后，他又参与了燕云台、上时等作品，持续在古装领域积累经验，也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观众认知。然而，真正改变他发展节奏的是2023年的一段争议时期。在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中，他饰演急诊医生许沁，这一角色在播出后引发了较为集中的讨论。一部分观众认为角色的行为逻辑与情感表达存在争议，也有观众对人物设定本身提出不同看法。与此同时，一段被单独剪辑传播的表情画面在社交平台上迅速扩散，这一片段被不断放大，成为当时舆论讨论的焦点之一。围绕角色、表演方式以及相关话题的讨论，在多个平台持续发酵，使他在短时间内处于较高关注度之中。从公开讨论来看，这一阶段，他的公众形象确实出现了一定波动，不仅观众评价分化，也对商业合作与市场反馈产生了影响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讨论并非完全单一。一部分观众认为，争议更多来源于角色设定，而非演员本身。这种分歧使得整体舆论呈现出复杂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并没有完全回避相关话题，而是逐步进行调整。他曾对角色争议表达态度，同时开始在表情管理、表演方式等方面进行更系统的训练。从后续作品选择来看，他也更加谨慎，尝试通过作品本身来重新建立观众印象。这一阶段可以被视为他职业路径中的调整期与重建期。真正的变化开始在2024年逐渐显现。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，他饰演桑文一角。虽然戏份不算突出，但角色气质较为鲜明。他在表演中选择更为克制的处理方式，情绪表达更加内敛，与剧中其他演员的对手戏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节奏。这种变化让部分观众开始重新关注他的表现状态。同年播出的《柳州记》中，他饰演柳绵堂，这一角色在性格与行动力上更具层次。无论是动作戏还是情感表达，
他都呈现出更完整的人物塑造。从观众反馈来看，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认可度。到了2026年，他迎来了一个更加明显的阶段性节点。在古装穿越题材作品《成何体统》中，他饰演一个具有反差设定的角色，现代人穿越成为妖妃。这一角色要求演员在不同状态之间进行转换，他在剧中加入了一些轻喜剧元素，通过语言与行为节奏的变化，使角色更加立体。部分观众也注意到，他在某些情节中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回应过往争议，这种处理方式被认为降低了距离感，也让整体观感更加自然。紧接着，他在央视春晚12花神环节中饰演王昭君。虽然镜头时间较短，但在造型、仪态以及镜头表现方面都获得了较高关注度。相关片段在短时间内被广泛传播，也带来了明显的关注增长。这一节点成为他形象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从整体来看，这种阶段性回升并不是由单一事件推动，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首先，在表演层面，他逐渐从早期较为外放的情绪表达，转向更克制、更贴近角色逻辑的方式，这种变化降低了观众的违和感。其次，在角色选择上，他开始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人物，从单一的古装美人形象拓展到具有反差与功能性的角色，这种多样性使观众更容易看到他的可塑性。第三，在公众讨论层面，焦点逐渐从争议本身转向作品与角色表现，这种叙事转移在娱乐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这种变化同样可以观察到。在微博上，有用户开始讨论他的状态稳定性与角色适配度。在抖音平台，与春晚相关的片段获得较高播放量，评论多集中在气质与造型表现。在 Instagram 与 X 等平台上，一部分海外观众则更关注他的古装形象与东方美学表达。整体来看，讨论从单一集中争议，逐渐转向多维度评价。从行业角度分析，这种变化与时间节奏、作品安排以及曝光节点密切相关。在经历争议之后，他并未选择持续高频曝光，而是通过作品逐步调整，再借助高关注度舞台进行集中放大。这种节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象修复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评价已经完全统一，但可以看到的是，他的职业路径正在从单一标签走向更加多元与立体的状态。从将军在上的柳熙音，到庆余年第2季的桑文，再到春晚舞台上的王昭君，这段发展轨迹并非直线，而是一个不断调整与重构的过程。他的经历也反映出，在娱乐行业中，公众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会随着作品、时间以及表达方式不断被重新定义。这也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，即一个演员如何在争议之后，通过持续调整与选择，逐步重建与观众之间的连接，同时也展现出时间与作品如何一步步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的职业形象。